2025最强春节档改写影史天花板，爆款细节深度解码，邀你 N 刷解锁春节档电影。今日影评争论电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来 N 刷春节档电影。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影评人索恒，一起来聚焦今年春节档冠军，同时也是中国影史冠军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欢迎您做客今日影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5年前，《哪吒之魔童降世》以我命由我不由天震撼登场，进入中国影史票房前5。5年后，《哪吒之魔童闹海》烽火归来，打破多项纪录，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第一，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中国电影组团祝贺海报刷屏。这个春节档，哪吒现象爆火的背后有何思考启示？左老师，您有没有感受到这一份的燃和爆呢？完全感受到了，我自己也做出了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带着全家去看这部影片。首先祝贺哪吒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就，他正在打破一系列的记录。那么这种表现呢，在今年格外有意味。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电影诞生的130周年。它实际上已经在用中国电影的身份来为世界电影做一次庆生，献上这样一份大的礼。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哪吒并不是在单打独斗的。哪吒的出现呢，它极大的提振了整个行业的一种信心和凝聚力。它背后是整个中国电影业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同时在2025春节档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呢是以87.3分刷新单片满意度的记录。那观众为什么会如此满意我们的渣儿呢？他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个人会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呢，代表着当下中国最核心的那一部分观众群的审美趣味。它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就是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里边，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我举2个小的例子，一个呢是哪吒和敖丙的肉身需要用藕粉来重塑，但是这个藕粉过去我们如果把它讲述出来的话，它的画面一定是特别的干净的、庄严的、神话一般的。但是到这里边呢，突然我们会发现说，劳动人民隆重登场，用了各种方式来生产了打造神仙肉身的这种原材料。这个其实是一种颠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说，难道神仙就一定要是高度提纯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吗？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它实际上是把那个神界、仙界的东西一下子拉回到了中国充满世俗烟火气的人间了。对。另外一点呢，是经典的动画片《哪吒闹海》里边哪吒都有一个剔骨还父、削肉还母。那么到了这里边呢，没有再出现那样的惨烈的场面，而是他做了一个置换，就是哪吒中了一个邪咒，浑身长出了刺，但是这时候他的妈妈仍然过来要拥抱他。走之前，能不能给娘一个？之所以那么多成年观众被这一刻打动，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而是会想到说，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跟小哪吒一样，经历了这个世间的种种，我们身上也长出了很多刺。但是在春节的这个影城里边，我们会发现说，我被这个电影文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拥抱一下子给稀释掉了。所以它既是充分的把古典文化的意象完成了一个转换，同时它又很理解当下的电影观众所需要的是什么。哪吒的这个成功这背后不仅仅有它的技术过硬，同时它的叙事故事上也非常的打动人心。再者加上文化认同感上，大家也是达到了一种国民性、全民性的一种参与。是讲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呢，往往会下意识的把宋朝到元朝再到明清这一时间段形成的文人趣味当作主流和正统。那么他在这部影片里边的代表呢，其实可以和无量仙翁那个天宫代表的美轮美奂精致雅致一本正经很接近。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
那么如果我们把源头往上推的话呢，就会发现说，其实中国文化是一个特别善于兼容并包的一种文化，它是个多元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呢，就像是一个火锅，它什么里边都可以涮一下。我们会看到像一些妖魔鬼怪的造型呢，有一些能够和80年代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里边那些虾兵蟹将它造型上面它是一脉相承的。像申小豹出来的时候，那个毛茸茸的那个大眼睛又似乎看到了好莱坞、迪士尼一些动漫的影响。这些视听元素，这些造型的符号，一般来讲它是不太兼容的。但是在饺子这儿，在中国文化这儿，来我们试一下，拿出一口大火锅来，加入足够的佐料和足够的热度，它似乎又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层面上边完成这样一个整合。我乃哪吒三太子瞧，一身正气。那现在拍到第2部了，回顾这个哪吒的整个的创作轨迹，您觉得有着什么样的成功的必然性所藏在里头？这种必然性呢，很大程度上还来自于中国电影人的这样一种环节。因为我自己知道呢，在这部影片后期制作的时候呢，是曾经试图联系海外的大公司、大的工作室来加盟帮助完成，但是对方表现得非常之敷衍。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电影业的人才完成的是一次什么样的集结。在片尾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138家的动画公司，4000多位的中国动画人才的参与，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电影人共同的一份托举。像深海自己看家底的本领的这个水墨技术提供过来。当我知道背后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原来中国这么年轻的几位电影人，他们相互之间已经开始在传递着这样一个火种了。这不是一个相互竞争、相互拆台，相反的，大家伙现在团结就是力量再次体现在了这次中国电影业的这样一个相互支撑、相互助力的过程里边。而且随着这样的一种良性的行业氛围和文化形成，那么我们会相信，就是说中国电影的整体会更加团结，更加有力量。好的，非常感谢左恒老师的精彩点评。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芯片大字24小时直播。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今日影评，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